living life, 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Fuck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 foggy, but I've never seen clearer. 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me, and honestly I'm not really sure I want saving. I like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 There's no 你好，我是 Ryan。我大概是在2018年左右开始看相扑的，那个时候也只是加减看，刚好有直播就开着，边工作边看。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不懂和疑惑，然后就试着搜寻资料了解细节，像是相扑力士的阶级和他们收入这类资讯。后来来到日本居住之后，我就开始买票进场观看现场的比赛。相扑比赛每年会举办6场赛事，其中11月的赛事会办在福冈。我现在每年就会11月的时候进场观看。这次我录了一些在会场中的画面，我想借由这段影片让大家感受到相扑的魅力，还有让一些不太了解相扑的朋友可以对相扑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段影片我会介绍相扑的收入、力士的阶级，还有一些入门的讯息。我不会讲得太深入，但我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连结。如果你还有兴趣继续研究，你可以参考这些连结，或是在下方留言区一起讨论。或许未来你也会喜欢上这项日本的传统国技。我要进场看比赛的当天，天气很好，在会场外的围墙上插满了各个部屋和力士名字的旗帜，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特别壮观。光是站在外面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相扑氛围了。走到会场外围，就会看到热闹的屋台，这里卖着各种美食，有拉面、yakisoba， 还有福冈的名产鸡皮。屋台中间还贴心的摆放了桌椅，方便大家坐在这里边吃边聊天，真的很有祭典的感觉。这里除了一般观赏的民众会来以外，相扑力士也会在这里品尝当地的美食，他们人都很亲切，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他们同桌用餐。一般观赛的民众和相扑力士进场的通道是分开的，相扑力士有专属的进场通道，通道旁会有很多粉丝和观众拿着手机照相。现场看这些力士的气场是很强大的，而且每位高阶力士后面都会跟着同步的后备力士，他们负责帮忙拿行李和贴身物品。其实近距离看这些相扑力士，会感受到他们是很高壮的，不会像电视上看起来胖胖的而已。我拿着票进入会场后，映入眼帘的是贩售各式各样的周边商品，像是印有相扑力士的袋子和限量的伴手礼。往里面走会看到摆放相扑比赛的奖杯和旗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优胜的4杯和优胜旗。这些奖杯的细节都雕刻得非常精美，象征着力士拼搏的最高荣耀。九州场的场内通道和相扑力士是共用的，所以我们观众在进出的时候偶尔会遇到相扑力士。现在在走道旁边暖身的力士是 Hakuoho， 他曾经在令和5年名古屋场所差点拿下优胜，那是他第一次进入幕内就可以拿到这个成绩。但那次场所之后他就受伤了，休息一段时间又重新回到幕内，希望他能继续努力拿下优胜。我刚才有提到相扑每年会举办6场赛事，除了11月在福冈，3月则是在大阪，7月在名古屋，另外3场则是在东京的两国国际馆，每一个场所会打15天。相扑力士的位阶是依据前一个场所的战绩来排名，如果胜场数比负场数多，排名就会往前；如果负场数比较多，位阶就会下降。所以每一个场所都会有新的排名，这个排名叫做番付表，我们可以在相扑协会的官网上找到。番付表分成东西两边，位阶则是从上到下依序排名。在力士的介绍栏中包含了力士的名字、出生地和所属的部屋。像是目前最高的力士是 Teruno Fuji， 他出生在蒙古，目前是 Isegahama 部屋下的力士。番付表的中间就是相扑力士的位阶，这些位阶名称叫做番付，所以这整张表就叫做番付表。
这张图是所有力士的位阶，我想用图片来说明会比较清楚一点。图片来源我是参考一位退休力士撰写的部落格，这个部落格分享了很多相扑生活的细节，我将部落格连结放在资讯栏当中。相扑力士最高的位阶是横纲，其次是大关、关斜和小节，这些番副都是有名字的，但是在小节以下的前头就是用数字来表示位阶的高低，一直到最后的前头17。刚才介绍的这些番副都是幕内力士，他们会在每一个场所的15天内彼此对抗，战到最后一天战绩最高的力士将会获得最高荣耀的赤杯和优胜旗。其他像是10两也会有10两优胜，幕下则是有幕下优胜。每一个阶层的力士会互相竞争，比出一位这个位阶优胜的力士。如果比赛的战绩优于其他力士，排名就会往前，甚至往上跳一个阶层。这张是纸本的番副表，如果你是某一个部屋的会员，那在每一个场所开始之前，你会收到该部屋寄来的番副表。你可以看到番副表的上方是高阶力士的名字，横纲、大关的名字特别大，象征他们在相扑界最高的地位。位阶较低的力士名字也会比较小。番副表上用的字体非常有特色，叫做相扑体，是一种专门用来书写番副表的字体，看起来既传统又充满力道。番副表的排名可以说是相扑力士努力的目标，他们奉献辛苦的汗水，为的就是要往上爬，这关乎到他们的荣耀、地位和收入。我想大家对于相扑力士的收入应该很好奇，我自己也很好奇，所以花了一点时间收集资料和理解。我引用一篇来自于退休力士的访谈内容做介绍。这位相扑力士叫做 Toyono Shima， 退休之前的最高位阶是关斜，我也会将访谈的连结放在资讯栏当中。相扑力士是有月薪的，这些钱是由相扑协会支付的，但仅限于10两以上的力士。横纲每个月的收入是300万日币，大关则是250万，关斜和小节是180万，前头140万，10两110万。幕下以下的力士是没有月薪的，但是有出场费。幕下每一个场所是16万5千日元，三段幕是11万，续二段8万8千，续之口则是7万7千。我们可以从月薪和出场费可以计算出每一个阶层的力士一年总共可以拿多少钱。幕下的力士一年只有不到100万日币，相当于20几万台币。这样的收入是无法在日本过上一个正常生活的。所以一般来说，幕下力士是居住在部屋，和其他力士一起集体生活，接受部屋亲方的指导和照顾。10两的力士收入至少可以拿到1320万，这样的收入是很丰厚的。所以当力士的位阶来到10两之后，就可以搬出部屋，独立生活或是娶妻生子。所以10两这个位阶是一个相扑力士的分水岭，晋升到10两的力士享有的待遇和地位和幕下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刚成为相扑力士的目标。相扑力士的收入除了月薪和出场费以外，还有悬赏金的收入。我们看相扑比赛的时候，会有呼出拿着悬赏旗绕着图表展示，这些悬赏旗上会印有一些公司品牌和名称，这也就是广告和业配。相扑协会的官网有清楚告知，一面悬赏旗是7万日币，每一个场次的悬赏旗数量都不一定。如果对战组合是热门或是明星选手，那么这场比赛的悬赏旗数量就会比较多，相扑力士的收入相对也会比较多。不过一面7万的悬赏旗也不是都给相扑力士，其实他们只拿得到3万日币，其中1万日币要给相扑协会，另外3万日币要用来缴税。相扑力士主要的收入来自于每个月相扑协会给的月薪，还有每个场所赢得的悬赏旗数量的总和。但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赏金收入，像是优胜赏金、三赏赏金、补助费等等。你可以参考这个网站，他们有将每个位阶的收入和穿着规范清楚的列出来。我一样有将这个网站收录在资讯栏当中。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一位相扑力士最终年收大概有多少，可以透过这篇分析报道略知一二。日本有一个网站经常分析日本各种不同领域的运动员薪资多寡，其中有一篇文章分析了相扑力士的年薪，它是以2023年5月的场次为基础来推算。当然力士每一个场所的位阶和悬赏期都不同，但大部分的力士只要不受伤，
位阶的变动通常不会太大，所以我们还是能借由他们的分析来参考相扑力士的年收大概有多少。我先讲结论，一般来说，只要在墓内的力士都会有2000万日币以上的收入。最高位的力士横纲 Teruno Fuji 年收5190万日币，其次是在当时的大官现在已经退休的 Takakeisho 4120万日币。所以如果能成为番付表上的高阶力士，那你将会获得丰厚的报酬。相扑协会官网上其实提供了很多有趣的资讯，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推广这项日本的传统国技，所以他们在官网上提供了很多相关相扑的详细资讯。为了让一般人能够快速的了解相扑，他们还画了漫画，让我们快速了解相扑一天的生活。他们通过漫画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快速的了解很多相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你可以到相扑协会的官网看看，说不定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这里有提到布屋照顾了相扑力士的食衣住行，是相扑力士生活的地方。我刚才也有多次提到布屋这个名词，那布屋是什么呢？布屋可以说是每一个相扑力士的起点。每一位力士在加入相扑界后，必须隶属于一个布屋。这里不仅是他们日常训练的场所，更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在布屋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青方。青方是布屋的领导者，也是相扑力士的师傅。他们本身过去就是相扑力士，退休之后开设一个新的布屋，招收新弟子加入，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到训练参加相扑比赛。他们不仅负责教导力士相扑的技术，还会引导力士学习相扑的精神和规范。从早上的基础训练到做人处事，青方的影响无所不在。布屋不仅是训练的地方，也像是一个大家庭。力士们在这里共同生活、吃饭和休息。过去相扑力士在布屋中的生活资讯是很封闭的，很多人对于相扑在布屋中的生活是有很多不了解的，所以现在渐渐有很多布屋开始拍摄布屋中生活影片，放在 YouTube 频道上，和大家分享真实世界中相扑在布屋中的生活。像是二子山布屋，他们是经营 YouTube 比较久的布屋，他们有专门请一位摄影师记录他们相扑力士的生活大小事。透过这些公开的影片，可以让大家知道相扑力士训练的辛苦，也可以将力士在布屋中的生活透明化，减少不实的传说和流言蜚语，同时也能够吸引其他潜在的相扑新人加入，还有邀请相扑粉丝加入布屋的付费会员。所以透过 YouTube 做宣传是一件对相扑文化推广有帮助的方式。另外有 YouTube 频道的还有 Isegahama 布屋，这是目前力士人数最多的布屋。横纲 Teruno Fuji 就是在这个布屋。其他的布屋频道连结我放在资讯栏当中，之后如果有布屋开设新的频道，我也会加上去。如果你想要在现场看比赛的话，我建议你要提前到官网上买票，因为购票的人很多，提前买也不一定买得到，要用抽选的，幸运的话才能够买到票。所以如果你要到现场才买票的话，能够进场看的机会是很小的。我看的这一天最后一场是2位大关的对战比赛，是由 Onosato 对上 Hoshoryu。Onosato 是备受期待的明日之星，也是未来能晋升横纲的热门人选。坐在相扑比赛的现场，感觉真的和电视转播完全不同。馆内的气氛是很热烈的，比赛中的碰撞都能感受到力士之间的力量。当比赛结束，裁判宣判胜负的时候，全场欢呼的那一瞬间，你会感受到相扑的魅力不仅来自于竞技，更多来自于这项运动背后的文化和精神。现场观看相扑会体验到感官和情感上的震撼。如果有机会来日本亲自体验一次，我想你会喜欢上这项日本传统国技。我是 Rya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